Yo, what's up? This is Big Ben in the building.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目前最让人失望的球队吧。The Pels, the #1 seed in the Western Conference, and they back it up. It's over. Pels get it done, and on the spin and the reverse, the slam by Zion. 原本想做一期这季最让人期待的球队，但后来发现到，其实社群媒体大多数都有人分享，像是爵士、塞尔提克、骑士、鹈鹕等等。基本上现在你一打开社群媒体，都会有一堆人在吹。所以这一部影片，我们就来做个反指标，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哪一些球队原本应该打出成绩，但结果却与事实不符。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哦，对了，老规矩，这部影片依旧会跟着我个人的喜好去排名。如果有任何不同的意见，欢迎你comment 起来。好，真的话不多说了，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第一个肯定是我们的灰狼队，12胜12负，目前排名在西区第11名。其实老实说，我真的不知道灰狼到底是在冲啥小。如果你跟我讲开季前你用5张首轮签的价值，5张啊，各位换来 Rudy Gobert 是为了夺冠，那我 OK。可是如果你是为了要打 Play In 的话，疯狗贝不行吗？更讽刺的是什么？各位，米切尔去到了骑士，马上变成 MVP 等级的球员，每个数据更加上一层楼。交易的队伍爵士队目前的成绩比灰狼还好，我相信灰狼的 GM 在做这笔交易的时候，可能真的想得太美好了。当然啦，话不要说死，作为球迷，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。目前还在季前，我相信灰狼或许还会有反弹的机会，因为看起来灰狼最大的问题只是大家还不适应自己的角色。例如 Towns 有很多时候还是会跟Gobert一起退到禁区，这是因为 Towns 由5号位转到4号位之后造成的便是防守沟通的失误。另外一个不适应自己角色的球员则是 D'Angelo Russell， 这是因为Gobert目前来防守禁区， Russell 和 Towns 则需要协助防守外围。但大家不要忘记 Russell 上一个赛季是一个底角防守的角色，而今季他是要面对对手外围的防守，尤其是灰狼的防守特点就是很喜欢扑防3分，对于 Russell 短板的身材其实是非常的不友善的。防守不只是下降，灰狼的进攻也是一塌糊涂，3分命中率低迷，被拖慢的进攻节奏等等，这些就暂时不说了。但是老样子，我刚刚已经说了，本频道的宗旨就是要保持乐观。其实灰狼各队能熟悉自己的角色定位，我相信灰狼目前还是能排在第7、第8左右，至少不会到第9、第10抢那一个名额的 Play In 那么惨。所以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接下来的就是热火队，12胜14负，目前排名东区第10。老实说，热火某些部分还是可以被同情的，毕竟鸡巴有很多场没有打，没有一个老大哥带着我们的 hit culture， 怎么可能可以赢球呢？但是作为一个去年差1球就可以代表东区进入冠军赛的球队，今年的阵容和去年也没有太大的区别，除了放走了 PJ 塔克真的是非常伤以外，因为少了塔克，马丁也补不上这个空缺，马丁大多数都抵挡不了变相切入的球员。总而言之，感觉他整个人今年就是打不出来，防守也一样。他了不起还可以防守一个4号位，但到了5号位基本上就扛不住了。除了这一点以外，热火其他的基本一切不变。老实说，这样也代表了一件事情，这几年的热火如果没有了吉米巴勒，其他人根本没有在成长，而且有些球员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像是 Duncan Robinson 就在爽赚金钱而已， Tyler Hero 也没打出期待的表现，整个队伍要防守没有防守，要进攻没有进攻，
但你要讲个别球员拆开来的实力，又不是说不行。除了内线基本上暂时扛不住以外，其他的部分其实真的很 OK。但打出这样的表现确实是让人唏嘘。我个人是希望热火可以快速找回状态啊，因为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吉巴这名球员的。我希望他可以证明以他为核心的球队是可以夺冠的。第三支球队就是我们的金州勇士队啦，13胜13负，目前西区排行第10。勇士的部分在上支影片也有提到，今年的比赛其实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替补的空缺完全没有办法补上。Wiseman 现在就是在 G 里徘徊，古明嘎之前觉得也许可以顶下来，穆迪也是，大家当时候也是吹得天翻地覆的，但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就是都没有打出应该有的表现。我这里就抛出一个问题 ，Stephen Curry 到底还可以燃烧多少场？或者是说，如果每场都要靠卡瑞火力全开才能起胜，那么这个2连霸真的是越离越遥远。汤神也一直都没有找回最佳状态，我觉得他不需要回到 Game 6汤 ，OK， 这样太夸张了，对于一个受了那么严重的伤的人来说。但我觉得如果可以回春大概一个60%，我觉得其实都算可以帮到卡瑞。但目前我认为他个人是在40%左右。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但我还是期待汤神可以做更多的东西。当然啦，目前他真的是有一场没一场了。还有一个人来疯的 Green 其实真的只要管好自己的嘴巴就行了。我觉得这座冠军对于勇士来说是十分重要的。如果今年他们能够拿到2连霸，才算是真正摆脱了什么需要 KD 才能稳定夺冠的这个污名。所以今年到底是证明自己，还是继续被说嘴呢？那么我们就真的要继续看下去了。最后一支球队让我感到非常的失望的便是芝加哥公牛队，目前10胜14负，排名东区第12名。我知道很多观众可能会说，那是因为少了球哥在那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整支公牛队都打不起来。但是你们要想那里有德罗赞啊，有拉文，有卡鲁索，都是很好的球员，加在一起却没有太大的化学效果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但这也验证了我心中的一个想法，就是其实德罗赞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球队的老大，又或者说这批球员都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能力，但是不是真的缺少了一个真的能够指挥他们的角色？老实说啦，我对公牛队只是觉得失望，但是有些时候他们的表现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出其不意，像是能够打赢塞尔提克和公鹿还是很值得赞赏的。但是公牛的赛程对比起来其实还不算是太硬，还是会输给魔术和雷霆之类的球队，我就真的是十分想不通。有谁是很铁的公牛球迷可以来说一说他们现在的问题，我也会很期待可以聆听到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因为毕竟真的是想不通。然后也希望 Lonzo Ball 可以早一点回到球场，让我们的公牛王朝再次建立起来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视频内容啦。其实我原本还有一个球队是非常失望的，就是洛杉矶湖人队。但后来仔细想一想，谁在一开始就把湖人放在期待的位置呢？包括今天这期视频没有提到的快艇也一样。虽然当时John Wall 加盟快艇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消息，但是卡哇伊一直受伤 ，Paul George 也跟着受伤，请问谁有把快艇放在期待的位置呢？所以最后我还是没有把这两支球队给放下去，毕竟湖人队现在的表现可以算是和大家预期的一模一样啊，而快艇队我只能说自求多福啦。好了，还有什么球队是你觉得非常失望的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起来，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